今天立刻的问题呢是2294题，所谓的 partition array such that maximum difference is k 啊，这是它的题目，它算是一个中等难度的题目啊。那它的题目是这样，它就给你有一个整数的阵列啊，叫 numbers。然后它再给你一个整数叫 k， 那这边的题目是你要将这 numbers 将它做 partitions 做它切割，切割至少到一个或更多的 subsequences， 使得呢，这 numbers 呢，在所有的元素呢。在 numbers 呢，它恰好只在其中一个 subsequence 里面基本上就是将这个 array 呢，将它分割，然后每一个 element 呢，给它对应把它放在其中的一个 subsequence 里面，然后它这边要你传回去的答案就是说，这个 subsequence 你的 partition 之后的。subsequence 的 number 的极小值，最少你需要几个 subsequence 去做这样的分割，使得呢它当中的 subsequence 里面的 difference 也就是说里面的极大跟极小的差，它是小于等于 k 所以这是它的问题嘛那后面这两行它要说明什么叫 subsequence subsequence 这应该很清楚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例题的部分。好，我们看到例题的部分呢，这里总有3个例题。那其中第一个例题呢，它给的 numbers 它是3、6、1、2、5，所以我们的那个做法当然从这边。刚刚的提议我们大概知道嘛，我们当然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，就是因为它只要求你 partition 的个数嘛，所以我们就一开始我们就直接排序嘛，比方说1、2、3，然后再来是5、6。然后再来我们就做切割嘛，切割的话它 k 值是等于2嘛，所以1加2等于3嘛，所以你就切到3嘛，所以5、6一起嘛，所以这答案是2我们这个其实用所谓的贪婪排序的方式，当然就可以解出来了嘛。好，再来例题2的部分，我们看它 k 值等于1，所以呢1跟刚刚前面1加1等于2，所以你这边切到2，所以它这边就是1、2一个 subsequence， 3是一个 subsequence 所以这个答案当然是2。好，再来我们再来看例题3。例题3的话是 k 值等于0，等于0的话，也就是只剩下它相同的值是一个。subsequence 是22是一个 subsequence， 4是一个，5是一个，所以总共有3个 subsequence 符合这个条件所以你做排序，这边刚好后面2个例题都已经排序好了。好，我们看这个的解法，大概是好。我们的解法基本上跟昨天的那个 daily question 一样，都是用到所谓的 grady 加上 counting sort。为什么要用 counting sort？ 当然是跟它的 constraints 有关的那它的那个number 的值最大也只有到10万嘛，所以那是没有问题的。阵列长度也差不多也是那个数字所以用 counting sort 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在计算复杂度它会比一般的 library 里面的 sort 其实要在解这个问题更有效
那它题目它主要它是问有多少个 partition， 也就是有多少个 subsequence 啊，它会啊。那所以我们只需要去考虑，就是说你在这个 subsequence 里面当中的 min 跟 max 啊。那所以它只要满足 max 减掉 min 是小于等于 k， 所以我们主要就是 sorting 嘛 ，sorting 啊，当讲了就是用 counting sort 会比较方便一点，而且比较有效啊。所以我们当然我们步骤第一个当然先处理special case 就是如果 numbers 它的长度1的话，当然就是1。然后我们这里呢，其实如果是用 C 或 C 加加之类的，我们当然就直接用 C 阵列那所以这边就是100001个那 frequency， 让里面的值元素都先设为0。那我们假设我们这边假设它的 x max 这少写一个 x x max 呢，它一开始设为-1嘛因为它有可能是0最小值有可能是0，所以你用回圈去跑一次，我们把 frequency 在 x 的值还有它的 x max 把它找出来，然后我们要传回答案，假设是叫 partitions 一开始它设为0嘛。然后基本上我们的一个做法，因为跟昨天是差不多的，所以这里第二个步骤当然是用个 nested loop 那如果 C 加加的话，当然就外层就用for loop 初值这边 x 是给0，然后它当然有可能有很多 frequency 是0的话，你当然就直接把它 skip 掉。当然如果说它尾端有很多0的话，当然到最后来有可能。因为你这个加一有可能就大于 x max， 这个时候你就跳出回圈。那根据我们的策略，我们的也就是 subsequence 的 end 就它的 subsequent 的 mass 当然就是 x 加 k 嘛。所以你这个答案的 partitions 的部分当然就加1，然后在下一次的subsequence 的开头当然就设为 n 加1。这个大概是我们的解法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在 LeetCode 上的一个实作的一个过程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它的 constraints 它的那个 numbers i 的值呢，最大它也只是到10万15次方，k 呢最大值也是到10的5次方。所以10的5次方来讲，我们如果说要排序的话，其实这里倒是可以考虑所谓的 counting sort 所谓的技术排序。好，所以我们就来解吧。所以第一个情况，我们先考虑它的所谓的非常的special 的 case 也就是当它的numbers 的长度如果是等于1的话，这个时候我们它的答案当然是1这没有问题。好，再来我们这里就如果用 Python 的话，我们当然就是先把它的这个 numbers 的极大值我们设为 x max 所以就 max 作用在整个清单的值设为 x 等于 max， 然后我们再设一个 list list 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0，那它的 index 是从0到 x max， 所以这里是1加上 x max。 OK， 再来就是我们要计数嘛，所以你就回圈 x 在 number 里面，那我们的 frequency 在 x 的值当然就要加1加等于1。好，那然后呢我们基本上
计数回圈前面当然你要先计数，后面的话你当然是考虑所谓的按照它的那个 x 的顺序去排，就可以直接去排序了。所以再来，我们希望传回去的答案是 partition 啊 ，partitions， 我们取前面3个字母就好，简单一点。然后 x 呢，当然是从0开始，所以它们的初值都先设为0。然后这边我们用一个 nested loop 啊，这边的话在 Python 我们当然是用都是 while loop。所以 x 如果它是小于等于 x max 的话，它都进行下面的事项。所以我们当然先考虑，如果它的 frequency 在 x 的值如果是0的话，连续很多0，我们这个当然我们就直接用一个回圈一个 while loop 直接把它解决掉。所以这个 x 如果是小于等于 x max， 而且呢，这个 frequency 在 x 的值如果也是 q 打不太出来啊，等于0的话，我们这边当然就是你 x 要加等于1 ，OK？ 那因为这个内层这个回圈，它有可能你加到后面，因为后面如果说有很多0的话，它可能最后它就超过 x max 啊，所以如果是到最后的情况，如果说你的 x 是大于等于 x max 的话，这个情况当然我们就回圈你就要终止，就后面已经没有 x 了啊。好，再来，所以我们的 and 啊设为 x 加 k 啊，因为你要考虑我们 subsequence 嘛 ，subsequence 是你的最小跟最大，所以这个是在这一次所找到 subsequence 里面的最大的啊 x 加 k， 所以这个时候你的 partition 的个数呢，当然就加等于1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考虑下一次的partition 的开始的，所以当然是 and 加上1，然后把它赋值给 x， 然后继续进行这样的double loop 的一个进行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的答案当然就 return partition。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好，那我们执行一次。好，3个 case 应该都是 OK 的。好，都 OK。好，那我们 submit 看看。然后他接受92个 test cases 都通过了。那我们看一下他的情况啊，所以是43毫秒啊，打败 Python 3 98.35 的使用者。好，那这个是Python 3的一个解法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其他的程式语言啊，刚刚我们应该有实作 C++ 的 ，C++ 的做法跟刚刚 Python 的做法应该是比较一致的，蛮一致的啊，包括回圈的撰写也是。好，那所以这里我们就让它执行一遍。好 ，submit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。这个1毫秒，稍微比较慢一点啊。如果快的话，它应该就0毫秒。好，那我们就谈到这里。